我现在面前的是联想刚刚发布的 Moto Razr 50系列，分别是3款50以及3款50 Ultra。我们依然来盲盒开箱，先看一款 Ultra。这里有一枚68瓦的 Type C 充电插头。哇，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安卓手机上看见 Type C 的接口了，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大家都改成 Type A 接口了。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机器长什么样子啊！1、2、3。当当，它的这个素皮，这个质感还挺奇特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质感的，有点像草地的那种质感。侧面边框是一个偏深绿色的，然后我们来给它进行人声的第一次弯折。哦，这个铰链不错。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 Razr 50，Razr 50标配的是一个 Type A 接口的33瓦充电插头。这个50它和50 Ultra 的设计元素还不太一样，它呢这个是一个大象灰的素皮，然后它这个就是偏传统的素皮材质了。但是对于50 Ultra 来说呢，上半屏是一整块屏幕，而对于50来说呢，上半部分这个位置是屏幕，这个位置它增加了一段素皮，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增加素皮还蛮好看的。这个位置我补充一个细节啊，原来包装盒里还有一个手机壳，硬质塑料的，但是它这个塑料我认为应该是跟环保有关，因为它那个塑料材质里边是有那种小点点的，这里有写，看到了吗？他说这个壳啊是无塑料可回收大豆油墨。再来开一个 Ultra， 这个不是黑色。这是一个应该叫藏青色，对不对？或者深蓝色的这样一个配色，而且这款它就偏商务了，对不对？跟刚才这个绿色和这个大象灰相比啊，这个就偏商务了。我们再开一个50，这个材质啊，和刚才这个绿色的50 Ultra 它们材质也不一样啊。这是这次这么多素皮不同的材质吗？有点像这种绒质的植绒材质的手感，深灰色，侧面边框呢是偏深空灰。哇，我觉得这一代的 Moto Razr 设计很漂亮啊，给它进行人声的第一次弯折。再来一个 Ultra， 当当，这个是什么颜色呢？偏暖橙色，对不对？它也不是金色，也不是橙色，这个应该是金色效果最浓的哦。这个转轴打开只有一个潘通。看来这个颜色是今年潘通流行色是吗？我看写的什么叫做 Peach Fuzz， 这叫什么柔和桃是吗？大家觉得今年的流行色感觉怎么样？最后一个50了，1、2、3，这个颜色就应该是偏橙红色了，对不对？这个很明显哦，它的这个素皮的材质跟之前的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一次Razr 推出了6款不同的配色。每一款配色后边的素皮质感都不相同。这次 Razr 50系列最有趣的一个点呢，就是6款配色全部采用素皮，但是6款素皮居然每个质感都不一样。如果让我个人推荐的话呢 ，Razr 50系列我应该首推大象灰月绒黑排第2，这个热爱橙排第3。50 Ultra 系列呢，我最推荐的是绿色，柔和桃排第2吧，深蓝色排第3。深蓝色排第3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比较容易沾灰。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一次 Razr 50系列外观部分，我认为是非常好看的设计。50 Ultra 这次一大升级呢，是外屏从前代以及 Razr 50的 3.6 英寸屏幕升级到了4英寸满格大屏，而且四面边框宽度控制的也相当不错。我把手头4款折叠屏放在一起，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Moto Razr 50 Ultra 向4个边框无限延展，真正的全面屏。我们同时浏览小红书啊 ，vivo 和 OPPO 都只能浏览单条信息。三星和 Moto 呢，则可以浏览整个时间线，就像手机一样去自由选择内容。如果我们再深度比较一下，那三星呢是能查看1行内容，但是显示不全，加上屏幕自带的独立锁屏界面，拥有独立的控制中心、独立的通知中心，包括它的操作逻辑，真的就像是一个小手机了。而且这次硬件有一个升级点，就是50 Ultra 它的内屏和外屏都采用了 LTPO 屏幕材质，刷新率都达到了165赫兹。好家伙，对于外屏双镜头遮挡屏幕内容啊，你看下边这2颗镜头，它挡住的底边栏的2个功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长按这个触控条，这个应用就自动的适应到上边这栏，然后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去操控下方这几个按钮了。这块屏幕呢也支持在不同方向进行不同的适配，你可以竖屏刷抖音，也可以横屏看电影，你可以竖屏刷微博，也可以横屏快速的查看地图。Razr 50系列在外屏上有3个小花活啊，第一个就是它支持锁屏状态下手掌在手机上轻扫去点亮屏幕，第二个呢是支持在站立模式下去显示时间或者图片啊，成为一个小小的时钟，播放音乐的时候则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播放器。
第3个呢，则是在帐篷模式下，你也可以设置自己的照片啊，或者时钟啊，或者全家福照片呢，作为一个小小的相框。说完外屏，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这款手机的手感和做工啊。Razr 50 Ultra 重量控制在188克，比 OPPO 和 vivo 都轻了10克左右，和三星小折叠重量保持相同，但是Razr 它在展开状态下，屏幕要比三星更大，内屏边框部分三星还是要控制的更好一些。折痕方面 ，Razr 是4款中表现最好的。拍摄视频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使用了3个星期，所以说基本上可以代表最终水平了。Razr 折痕优势它体现在折痕宽度更窄，折痕的痕迹更浅啊。不过呢，其实 vivo 和 OPPO 在日常使用中呢，折痕的体现其实也并不明显。这个环节呢，只有三星它的折痕存在感是比较强的。悬停角度上 ，Razr 可以实现在这2个角度之间稳定悬停啊，它没有三星那么变态的存在，但是日常使用是完全够用的。另外，这次 Razr 也实现了 IP_8 级别的防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三星和华为之后第3款支持防水的小折叠。我们现在呢来给它测试一下，1、2、3，入水。好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Razr 50 Ultra 在水中啊，然后我可以通过在水中，对不对，来拍个照片。所以呢，就相当于它是这回有了一个更好的防水能力以及更好的耐用度。快速过一下硬件啊 ，Razr 50 Ultra 采用的是骁龙 8S Gen 3芯片 ，X 轴震动马达这一点很好啊。4000毫安时电池，支持45瓦有线和15瓦无线，这3个环节相比前代都有提升。Razr 50的电池要比 Ultra 更大一点，是4200毫安时，但是充电速度要更慢一点。Razr 50 Ultra 采用的一枚主镜头和一枚2倍长焦镜头的配置。Moto 呢是想把这个长焦镜头一菜2吃啊，一个是可以实现2倍更高画质的人像拍摄。我给大家对比一下4款机器，大家觉得这4款机器拍照画质表现怎么样呢？另一个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长焦镜头本身是一个5000万像素的高像素镜头，因此可以无损变焦，成为一个1200万像素的4倍长焦镜头。不过没有超广角，还是显得比较遗憾一些啊。毕竟拍视频的时候超广角还是很好用的。最后我们再说一下 AI 啊 ，Moto Razr 上搭载了联想自研的小天 AI， 目前我们可以实现的功能包括百科问答、慧眼识评、AI 画画以及 AI 通话。联想小天这是一个交互式的语音助手，比如说我们现在拨打电话啊，打通了跟他唠一唠。2024年欧洲杯哪个球队最可能夺冠呢？对于2024年欧洲杯的夺冠热门球队有多种预测和分析。根据最新的报道和专家预测，英格兰是夺冠热门之一，其夺冠概率在不同统计中都名列前茅。第2个功能呢是慧眼识评。比如说我们点开这样一篇长文，这个时候我想快速的分析这篇文章的摘要，我就可以把它推上去，大家看下方就出现慧眼识评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到慧眼识评这个位置，松手，然后它就开始扫描屏幕，就会出现一个 AI 摘要，我们选择点击，它就把刚才后边这么长的一篇文章通过摘要的形式显示出来。然后在这个位置 ，AI 画师它是可以通过根据你输入的文字来生成一张图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AI 生成图片这个功能呢，它是需要收费的，也就是说画一张图花3毛钱。好，就这样了。我们现在选择生成。这个是一只小猴子啊，它把它理解成小母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小母猴特征啊，就是一只大猴喂小猴，然后吃香蕉，背景呢是夕阳西下的长城啊，大家觉得这个画怎么样？然后这个位置呢，你可以制作一张明信片，但是这个制作明信片呢，就是新年好，比如说。它其实就是给它加了一个相框啊，所以说呢，没有特别强的这种明信片的感知。现在其实通过 AI 做图，我相信给 AI 做图找一个使用场景，对于各家厂商来说都是有一定挑战的，对不对？还有一个 AI 通话功能，今天晚上8点来吃烤肉啊，在三里屯我们一起吃一顿烤肉。这次烤肉宴会一共邀请了10个人，晚宴上呢会有烤香肠、烤培根、烤牛肉、烤羊肉。烤五花肉啊，各种肉，还有芹菜、香菜、芦笋、西红柿、胡萝卜等多种蔬菜。如果你想来的话，可以带朋友一起来啊，但是需要注意，一定不要开车，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足够停车位，最好打车过来。好了，当我挂断电话，它 AI 就开始总结识别了，开始转圈圈。好，识别完成。这时候我点这个小对话，它会生成2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是对我刚才电话的一个总结。
对方邀请我晚上8点去三里屯，你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啊，共邀请了10个人。大家注意，这个位置它因为是摘要，所以说它自动的把我刚才提到的什么烤香肠、烤牛肉、烤羊肉啊，是各种蔬菜的名字全部省略了，直接总结成多种烤肉和蔬菜。除了这个摘要之外，它在这里会新建成一个待办事项，看到了吗？告诉我晚上8点去三里屯吃烤肉，就是非常简短的几个字，把时间、地点，然后直接生成了一个待办事项。我认为这个 AI 总结目前还是挺好用的。以上就是 Razer 50系列使用体验的一个反馈啊。经过5代小折叠的调整，我认为 Razer 这家产品线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它从此前的偏向商务的那种刚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变成了现在这种柔和的设计语言，变成了这种更丰富的颜色选择，变成了这种更多的为女性用户所适配的功能。随着刀锋转向，目前市面上所有的小折叠都把目标放在了同一个市场上，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谁能够真正获得女性用户的芳心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